这本书是一个大家都离婚的悲剧，但是他却让我笑到腹肌都练出来了。女主角阿莲向跟她交往了5年的男友提出结婚，遗憾被拒绝了。为了宣泄内心的不悦，于是和闺蜜约好一起爬山，费尽9牛2虎之力，终于攀登至山顶。阿莲开始发泄内心的不爽，没想到因为骂得太火大，滚下山坡。在她失去希望的时候，佑一突然从空中落下来，成为救援队的顶尖队员。随后气氛突变奇怪了，转场直接到婚礼现场。但新婚的阿莲发现有些不对劲，大屏幕上的画面很酷，而丈人也是个奇葩，动不动就骂人不客气。佑一狠狠地给了自己2个大耳光，紧接着开始了一段精彩的结婚致辞。新婚夫妇回到家中，看着眼前的大床，两人都有点害羞地微笑着。没想到一下子就有很多声音批评阿莲被推倒。新婚头晚啥也没发生，注视着他们的婚戒。阿莲希望他们的婚姻能够快乐。第2天早上就出糟糕事了，然后把家训挂在墙上，还得逼老婆一同背全篇文，然后就出去运动了。阿莲是个时尚达人，厨艺真的没有，随便买了点速食食品准备了起来，味道真的不太好呢。阿莲来公司后立刻和同事热聊起婚后生活，同事问他为啥会跟他结婚呢？阿莲聊到了2人初次约会的事情。为了跟别人约会，我特地向下属借了一套西装，看起来阿莲好像不太喜欢，虽然这样操作有点奇怪，但幸好后面的约会还挺顺利的。约会结束，开始公开表达感情。阿莲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让人兴奋的告白，感动得哭个不停。就在那时，阿莲决定把自己的幸福托付给这个男人。听了阿莲讲的故事，小美觉得闪婚很不可信，但阿莲认为虽然统一有点慢，但她很直接坦白，一定会幸福的。为了成为一位好妻子，阿莲准备好晚餐，等待丈夫回家，但却找不到丈夫，一正在执行航海任务。任务结束后，我看到妻子发来了好几条消息。回到家，桌子上摆着一份丰盛的饭菜，纯一内心非常后悔。但听到阿莲抱怨自己不接手机时，他又被直男癌折磨了一次，让老婆无话可说。阿莲郁闷地独自回到房间，开始吃起面包来。看来和男士钢铁直男将来过得不会轻松。第2天早上，阿莲特故意起得很早，给他做了他最爱吃的烤鱼。他的厨艺差点就把老公给吓跑，不过直男也可以很温柔。佑一立即安慰阿猴，别担心，决定约老婆出去享受一个浪漫的午餐，立刻成功逗老婆高兴了。阿莲打扮得很漂亮，开心地冲出家门，但佑一却随意地在外面翻手倒立。阿莲委婉表态，外出时可以换套正装。年幼却毫不在乎，这件15刀的衣服穿着挺舒服的，然后就准备去吃饭了。走进饭馆，我瞬间傻眼了，约好的浪漫午餐就是炸鸡块搭配米饭。看着老公吃了9碗饭，阿莲都没话说了。在路上听到妻子抱怨，普通男人说没有米饭的午餐算不上什么浪漫午餐，然后他们一起去买窗帘，又选择了一款最简单的。阿莲评论说，这家装修和我们家的风格不一样，直男不接受，窗帘得遮一下就好了，没那么多讲究。幼稚的直男行为惹老婆生气的够呛。回到家后，他们俩开始吵架。这时我才明白，今天出去吃饭，老婆一直不开心，我这件衣服开始不太喜欢。他立即提醒老婆不要只看表面，内在更重要。结果他误以为阿莲只是看上了他的外表，两人吵得越来越凶，完全没有意义。结果一生气了，马上拿出笔记本，记录下妻子所有的不满意之处。我们以后要轮着做饭，需要改善穿衣风格。那个蓝色窗帘太难看，一定要换掉。早上4点起床被家训真是太夸张了，真受不了这个了。随后新婚夫妻决定分开。接下来的问题是，时尚编辑和一个铁打直男闪婚会不会幸福？阿莲明天准备跟姐姐商量离婚，没想到他们也再不和，完全没兴趣听他在说啥，想说的话都忍住了。我要回家找我妈商量一下。但我发现家里冒出了一个帅气崭新的小伙子，他们热烈的交谈，我根本没机会插嘴。而爸爸没指望，他现在以打高尔夫的名义四处勾搭年轻女孩。这边女上司小赖好像对他有好感，面对同事们的玩笑话，当场大发脾气。大家都认为他只对老婆一人有意思，为了方便妻子上班，宁愿每天一大早起床，把房子买在市中心。婚后老顽固成暖男，同事们觉得太神奇了。晚上时，他们决定和父母坦白，双方都有点后悔，但又都装得很娇气。在吃饭时，我爸爸展现了典型的大男子主义，对妈唠叨个不停，自己什么也不做。他一直埋头吃饭，完全没有提起离婚的问题。吃完晚饭就进入了离婚程序，正打算离婚了，没想到老妈先说了，其实爸爸和妈妈他们还没离婚，但老爸老妈却已经分手了。佑一立即表示强烈反对，没想到老妈的态度如此坚决，我只是告诉你，没有问。这位只有爸爸仍然漠不关心，劝妈妈接受现实，一个人生活确实很有压力。可旭妈自信地认为她可以独立生活得很好。回家后情绪低落，阿莲努力希望她理解母亲的想法，坚持父亲的理论。面对这么固执的老公，阿莲只能无奈地回到房间。第2天，老板约了阿莲单独聊了聊，
他被人告发性骚扰的事情被揭示出来了。公司决定暂时停止他的工作。阿莲情绪低落，退到厕所里静静思考。但听到门外又是正和同事讨论这事时，才知道是他的谎言让我没能拿下项目。阿莲试图用自己的经历影响对方，没想到对方完全不听我说的，还讽刺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厉害，就凭这张脸就成就这么多了。面对心机同事的羞辱，阿莲感到又无奈又难受。在这里真的被人骚扰了，赶好青山及时救场。此时的人还不知道，那个人就是和老婆交往5年的前男友。他们很快熟络起来。青山吐槽了不结婚的理念，结婚风险大又花钱，还是单身最开心，随声附和，有点模糊的样子。晚上我看了看和妻子的结婚照，这时候阿莲的同事给他打了个电话，得知妻子被同事冤枉失去项目，他开始有点担心对方了。阿莲一个人走在街上，回想起吵架时会议说自己只是装样子，小时候上学时同学们经常取笑我，然后他突然想起前任男友青山，只有他最了解自己，会默默支持我。阿莲掏出手机打电话时，理智战胜了情感。此刻天空开始下起大雨，阿莲忍不住回忆起小时候，下雨的时候同学们都会被父母接送，可是他只能一个人被雨淋回家。此时那个烦人受不了淋雨的女孩孤零零地走进雨里，但是这次她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伞。我对之前说的话深感抱歉，阿莲居然一看到转身就跑了，结果竟然跌了一跤。他们明明要离婚了，哎，真是没办法，为何要冒险保护自己呢？幼儿紧紧拥抱着阿莲说道，目前我仍然是你的丈夫，看起来他们这婚事无望了，但双方父母却很快就离婚了，连妈已经准备好离婚了，这个家庭无可救药了。炫妈把离婚协议和婚戒留下就走了，双方父母都离婚了，阿莲和姨却在这互撒狗粮。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最后能和谐相处吗？你能忍受这样的公公吗？婆婆跑了，她不光不后悔，赶紧给老婆泡杯茶，别废话了，然后要求阿莲赶快做饭。无知的阿莲只能依赖丈夫帮助，不料有人答道，别放调味料。看起来老公这种大男子主义是从爸爸那里继承来的呀，气得直接下决定外卖晚饭。回到家晚上，佑一的性格和公公简直一模一样，将来他肯定会重蹈覆辙。佑一说老爸是他的榜样，生气的阿莲决定晚上分开睡。深夜里传来呻吟声吵醒了她，看着一个人默默地贴着膏药的丈夫，阿莲有点心软。可以帮我吗？面对这个一点都不懂情调的直男，阿莲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第二天跟同事聊天时，对方对阿莲很喜欢，因为她的丈夫对她非常照顾。昨晚她给阿莲打电话说有人在公司中诋毁她，特别紧张。这时阿莲才懂了，我昨晚出来是因为担心自己发生意外。这个男人有点拗口，但还有好的方面。这时候主编找到了阿莲，一对有名的设计夫妇要和编辑合作连载了，他们办了个宴会，决定亲自挑选负责人，但需要带上伴侣。阿莲很想把握这个机会，钢铁直男最讨厌这种场合，再让老公陪着也不好，会影响男人的地位。本来不想答应对方，当面对阿莲的请求时，再想想他为这份工作下了多大的功夫，最后还是同意了对方的要求。第二天他们一起去挑西装参加派对，服务员夸佑的身材真了不起，这套西装很适合，一看到价格就立刻打退堂鼓了。但阿莲就是想买，马上决定刷卡。第二天发生了奇怪的事情，我为了 party 戴上眼镜炫耀一下，下属找到女朋友了，而同事们都没对象，他只能问问送什么礼物比较合适。我居然从来没给老婆买过礼物，大老爷们决定要有点聊的意思了。上司告诉我周六要办个大烧烤，特别提醒要带上老婆一起来。晚上初次送女孩礼物的佑一有点紧张，首先做了一套军体拳热身，然后撒谎说要送女友礼物。阿莲看一下这个怎么样？阿莲不太理解送女友圆珠笔这种举动，这个礼物糟透了。阿莲看到自己的名字在圆珠笔上，这时候他才明白了这是一个铁汉的浪漫。然后佑一又趁机提了一句，说周六去参加烧烤派对，但时尚达人阿莲当即拒绝了。他超级不喜欢搞这种野外活动，因为痛恨虫子。那个男的直接说，你懂不懂，夫妻要互相迁就。阿莲本来就不喜欢别人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，但让他更气愤的是，烧烤大会和派对居然是同一天。阿莲认为是他先说的，应该自己参加派对。夫妻吵架了，这次阿莲就直接拿出了他们家的家规，刚才好像有点和解，现在又产生了分歧，看来我们这段婚姻还是无法继续了。第二天佑一去家里看爸爸，母亲离家出走后，父亲非常伤心，试着给爸爸安慰，但大男人的父亲却表示现实世界并不轻松，很快幼小的母亲就会回来。回想起妈妈以前对我说的话，第一次不同意尊敬的爸爸了。母亲以前不吃甜的煎蛋卷，但为了迁就幼爸的口味，炫妈一直吃着自己不喜欢的食物，但叫儿子别告诉老爸。我觉得爸爸对妈妈一无所知，夫妻中总是妻子让步，这怎么称得上好婚姻呢？突然想到阿莲了，别把你的价值观强加给我。他也发现自己很大男子主义，竟然像老爸一样。转眼又到了周六，我们要去野外烧烤营了。得知阿莲不愿意和慧一起去野营，小赖准备向他心仪的人表白。
带自己做的好吃的给孩子们。这时候上司正好赶到了，长官问为什么一的老婆没来，他只能垂下头默不作声。阿莲也挺尴尬的，刚才被主编批评了一下。吉良夫妇又问我为什么丈夫没来，她只能说她和丈夫是非传统婚姻。吉良先生对这种前卫观点表示理解，夫妻不互相配合，那结婚还有啥用？阿莲被问得哑口无言。那个男人到了，听到这样真挚的话语，让我感动不已。吉良先生认为阿莲找到了一个靠得住的好丈夫。阿莲突然有了灵感，他马上告别了吉良夫妇，我决定陪伴会去野餐烧烤。问妻子为啥改变想法，阿莲故意装傲娇，说自己单纯只是为了回报人情。右一的同事对阿莲谈到刚才的事情。一天，阿莲冲撞了他的领导，上司认为文夫是家中的指挥官，连老婆都搞不定，还指望能有效地管理手下。右一直接反驳了这种说法。说完这句话，小的时候就在大家的注视下离开了野营场地。阿莲听到这里非常感动，正要去找，被小赖给挡了住。他骗着阿莲进了树林，称要找个东西，然后哄她再回去拿东西，把阿爱一个人丢在了树林里。阿莲完全没经验，很快就迷路了。更糟糕的是，手机没电了。这时小孩子回到营地了，得知老婆不见了，他立刻变成了飞驰极境的人，穿过树林去了水面上。就在阿莲看着满天星星感到绝望的时候，那个拿着亮晶晶圆珠笔的男人又来了。阿莲又一次问出同样的问题，为什么要离婚了还要保护我呢？会议的回答很简短，现在我还是你的文迷吗？这次的狗粮真够我吃的了。导演，你知道这个剧情对单身狗们的影响有多大吗？这是夫妻俩第一次一起睡觉，男人紧张的喘不过气，僵硬的躺在床边一动不敢动。他们原本快要离婚了，但是突然就搬来了个莲妈，他正忙着和老爸办离婚，所以来个短暂的拜访。为了不让妈妈着急，他们只能装作亲密的夫妻过几天。晚上，阿莲碰巧在网上找到了一个温泉旅馆，照片里竟然有妈妈的影子，立马抓手机，气氛越来越温暖了。妈妈看到手机，误以为你们要去蜜月旅行，想起来自己那倒霉的婚姻，顺带抱怨男人总是喜欢背叛，立刻就公开表示立场，女婿真靠谱。莲妈笑得很开心。第二天早晨，莲妈发现5点就准备离家了，问她为啥不住营地附近，毫不犹豫地答案，买这个房子是因为离阿莲上班方便，而且这里离家近一些，她可以随时回去方便的。妈妈真让我感动，看起来这个婚姻结束了，任务完成后即可离开。领导同意了他请假的请求，大家都觉得他要去度婚礼后的旅行。一群单身汉高兴的不行，还要帮他办个送别聚会。旁边的小孩脸色不开心。晚上，右一在健身房锻炼身体，又碰上了那个离婚律师青山，他们开始谈论自己的感情状态。青山不懂为何人们要结婚，右一说妻子就是自己的初恋，他一看就知道对方想跟他在一起。青山当时露出嫉妒的表情，还顺便提起了自己的爱情经历。他作为单身主义者，不愿意结婚，和交往了5年的前女友分手。后来听说他因为生气，和一个刚认识没多久的白痴结了婚，我也很后悔。这时的右一还没意识到大傻子是他自己。吃晚饭的时候，妈妈又问起了我们的蜜月计划，右一有点害怕。吃完晚饭后，直男又开始乱来了。他觉得阿莲洗碗没洗干净，马上夺过来自己洗衣服，然后偷偷开始计划度蜜月行程，被阿莲发觉了。男生自己有个浪漫计划，结果失败了。第二天，领导告诉阿莲要换个地方工作，阿莲觉得好失落，想找人倾诉一下，但是纯一正在参加同事们为他办的欢送会，单身群众欢欣鼓舞，大家都喝得烂醉如泥。领导打算回去给他安排一个超级浪漫的蜜月旅行。阿莲发了条短信催他回家。小赖又开始捣蛋了，想找个机会面谈，但男生根本不给机会，决定马上回家见老媳妇。一回家就跌倒，这真气人。本来想找他倾诉的，气死人了。看着醉得彻底的阿莲，开始动摇是否要离婚。第二天，细心的我准备了阿莲爱喝的饮料，接下来就是令人兴奋的度假行程了。路上的阿莲打了个电话给我，听说姐姐也要离婚了，一家人离婚了，都搬去了阿家住。刚来温泉酒店，服务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原来这里的大领导经常光顾，早就替他们准备妥当了，又一手脚利索，轻轻松松就能找到3个宽敞的房间。这领导也太厉害了，太会搞事情了。男人紧紧地抱住妻子，却差点让他喘不过气来。这时他们就像一个真正和谐的夫妻，完全忘记了即将离婚的事实。这对夫妻原本计划在离婚前去度假，相处时间中慢慢懂对方了，他们好像不再那么坚决要离婚了，二人的关系似乎要改变了。再一次，我的脚又出了意外，突然发现之前在健身房认识的朋友来我家了，在联络妈妈的介绍下才得知，青山竟然还是莲妈的离婚律师，依然是阿莲的前男友，他们已经交往了5年。得知对方是谁后，两人呆呆地停住了。为了缓解局势，莲妈马上插嘴了，一气愤上冲，但只能装出淡定。我只能不知所措地调整空调，送走了我妈和姐姐后，马上解释我和青山的关系，但是她却及时提醒道，冷静地说，反正我们要离婚了，
我不在意的。一回到房间，脑子里又浮现出青山说过的话，我前女友不高兴了，就嫁给了个人。哈士奇突然发飙，乱咬健身器材，宣泄完内心的怒气，一阵剧痛刺痛心脏区域。一个人默默地蜷缩在角落里，伤心难过。阿莲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送的圆珠笔，想起和他在一起的美好时光，心情很糟糕。这个晚上对他们来说是个整夜辗转难眠的夜晚。第二天，莲妈又来闹事了。她打算在阿莲的家里办个生日派对，给身边的朋友发了邀请函。阿莲的前男友青山也在其中。阿莲对老妈的擅自决定感到非常生气，匆忙地带走。回家的路上，阿莲紧紧地安慰着的情感。对不起，我总是提及我前男友的事情，让你妈妈感到不舒服。这时候假装去拿手机，一个人回到了莲妈家。他向恶妈打听了一下阿莲和青山的事情。据莲妈透露，他们曾是一对情侣，双方的兴趣和价值观非常一致，但也不清楚他们为何分手。回到家后，我开始认真思考我与阿莲的婚姻。此刻他感到非常痛苦。他进了卧室，看着熟睡中的妻子入睡，最后一次给她穿上了外套。他心里痛不欲生，但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。第二天早上，阿莲去了狗蛋家。狗蛋想让阿莲当他的编辑助手，能给我一些灵感来写我的新小说吗？于是他问他，如果新婚妻子的前男友突然出现在家中，丈夫是否应该生气呢？阿莲撒谎说她还有个朋友也碰到这个问题，可那个朋友很矛盾，一方面想看对方吃醋，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对方难过。作为老牌恋爱小说作家的狗蛋，直截了当地指出人类的行为方式就是这样的，希望对方在意我，又不想让对方误解自己导致难过。阿莲回想起狗蛋说的话，就在回去的路上，如果自己可以积极挽救，也许可以避免离婚。她突然想通了，飞快地跑回了家。她万万没想到的事情是，已经开始办理离婚手续了。阿莲沮丧地接过了离婚协议。尽管他们即将分离，但佑一还是决定给莲妈庆祝生日。夫妻感情深厚，但不得不分手。男人决定最后一次和家人一起庆祝岳母的生日。夫妻二人一起开始忙碌着准备明天的派对，就像一对甜蜜的情侣。离婚后的沉重阴影仿佛全然散去。第二天早上，看着熟睡的妻子，他内心充满了后悔和不满。有些事情只有在失去之后，我们才意识到无法弥补。人凝视着晨光中升起的太阳，希望这时刻永远持续下去。转瞬间，我就到了派对现场。帮我改一下语句，用日常用语简短表达。他带了自己拿手的菜，责罚了不会做饭的阿关。没想到连大姐也来帮忙了。阿莲啥都不会，就会叫外卖，但马上联想到事情有点不对劲。之后小赖就很刻薄地暗示一下，她是这家的女王。青山发现小赖有点不对劲，惊讶地瞪大眼睛。趁大家吃饭的时候，小赖悄悄溜进了一个房间，看到阿莲跟着进来了，小赖竟然直接示意阿莲和确实是两个世界的人，并以一个高层职位的身份挖苦道：“你这样的女士，每天都能为这个世界做出多大贡献呢？”阿莲气到爆，但是对方也让我束手无策。而佑一这边特别担心，青山向佑道歉，之前说错了话，他没必要说阿莲为了气自己才随便找了人结婚，同时也暴露了自己对他的感情难以释怀。阿莲看到两个男人在阳台聊天，立刻过来问会他们说了啥。但是佑一看起来很镇定，他一点都不嫉妒，心里纷乱不安，不知道是哭还是笑。宴会时，青山碰到了小赖，他说理解那种永无终结的爱有多么痛，但我也作为律师警告对方不要插足别人的婚姻。小赖却不在意，法律管不住人的情感和欲望。青山说完后，他愣住了，连爸也来了生日派对，本想趁这个机会来缓解莲妈和莲爸之间的关系，没想到莲妈一点都不客气，当众宣布了三对要离婚了。阿莲担心爸爸心情不好，马上就赶上去了。没想到老爸这辈子都没好好工作过，竟然躲在角落无助的哭泣。为了男人的面子，父亲勉强保持镇定，独自离开。阿莲回家后感到沮丧，我们聊起了婚姻的事情，结婚到底有何必要呢？阿莲从小生长在一个自由的家庭中，她一直认为离婚是当事人的事情，可是没想到她会给家人带来这么大的伤害。阿莲突然发现家人全都离婚了，失去了两个寄托自己的安稳地方，忍不住哭了起来，突然抱起妻子。他轻轻擦去阿莲脸上的眼泪，我向妻子表示坚决，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孤独，我会给你一个温暖的家。阿莲听了这话，哭得更伤心了。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人，最终能和好吗？这个男人太搞笑了。阿莲父母离婚，让他受到了很大的伤害，宣意要保护妻子不受伤害，打消了离婚的想法。人决定从头再来。爸爸打来电话了，离家的小妈回来了，但他并不是回来和他爸爸重新修复关系的，要求对方签离婚协议。路被堵了太晚了，让妈妈多待一晚再走。但是佑妈的表情已经离了婚，没必要待在这里了。阿莲还说有件事想请教妈妈，让她再多住一晚吧。阿莲一直纠结于对情敌的挖苦，让惠妈教她做个好吃的菜。听到这里觉得超感动的，但第二天早上又发生了不幸的事情。阿莲已经开始变得和别人一样了，但妈妈在离婚后
完全不搭理三个人，独自在旁边跳舞。相比之下，对儿子儿媳的关爱备至，幼爸没吃早饭，只能出去吃。正当阿莲和婆婆努力学做饭时，突然收到了莲爸的短信，想起爸爸刚分手，阿莲很担心，又无法离开。幼一马上自愿独自照顾岳父，一到岳父家就发现有事情发生了。一个穿着性感的年轻女子正在做菜，立刻闭上眼睛，要求对方滚蛋，严厉斥责他们的道德不合规行为，却被女孩取笑是古代人，连老爸都觉得女婿太呆板了。现在谁还没有个儿女通吃吗？气愤的幼一立即拿出小本记下来，准备记录一下岳父的错事，向老婆报告。这时候青山突然来了，他曾经是莲妈的离婚律师，这次来是专门给莲爸送离婚文件的，但莲爸根本不准备在协议上签署，这让我很无奈。一刚要走，莲爸就叫他保密今天发生的事，大家只能傻傻的点头同意。刚出岳父家，青山就追了上来，他把上次误拿的离婚协议给还了。听说他们要离婚，青山心中涌起了机会的感觉，马上就展现出了线索的笑容。幼一居然得意洋洋地说道：“让我没想到，我们决定重新出发了。”然后转身走向阴沉的山脉。由阿莲这边真是太惨了，面对严肃的老爸，他甚至不敢呼吸。好在幼妈对这个媳妇特别温柔。这时，作家狗蛋给我打电话了，要求假期中的阿莲立刻回到工作室。他把稿子交给了另一个出版社。温柔的妈妈催促他赶快完成工作，不要担心自己和爸爸。阿莲只能匆忙赶到工作室。狗蛋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有所灵感来源，接着问阿莲的婚姻状况如何呢？阿莲却说她和丈夫完全不一样。狗蛋对他们的婚姻非常感兴趣，决定把他们作为自己小说研究的对象。阿莲回家已经很晚了，好在我带了我妈给她准备的饭菜，夫妻俩大快朵颐地吃了一顿饱饭。接着累得不行的阿莲竟然倚靠在幼一的肩膀上睡着了，把阿扑温柔地抱起来，把她放到床上去，看着睡熟的老婆，从来没和异性接吻过的，很想给别人第一次接吻，浪费了那么多时间，最后还是内疚地认输了。这对性格不同的夫妻虽然互相喜欢，但他们接下来将要做出人生中最重要的选择。为什么甜蜜的婚姻会走向终点？男人为了方便妻子上下班和回娘家，选择了离家近一些的地方，房子买在了离基地挺远的地方。但是上级意外间知道了这件事，领导觉得住的离基地太远，不适合担任要职，建议他搬到离基地更近的地方。但是为了支持妻子的工作，我还是坚决拒绝了领导的建议。晚上我给阿莲打电话告诉他，以后我每天得比现在提前30分钟出门上班了。阿莲还没来得及问为什么，我接到了狗蛋打来的工作电话。晚上我看见桌上还有没动过的晚餐，劝阿莲吃点东西再继续工作，别太辛苦了。阿莲随口应了一下，然后继续谈工作了。第二天早上一早，一发现阿莲通宵打电话后就在沙发上睡着了，担心老婆工作太累了，又因为他推迟了上班时间，准备了早餐。可是阿莲害怕失去连载的机会，他连自己准备的早餐都没吃完，匆忙走了，让容易有些沮丧。更糟糕的是，一出门就碰到了巨大的交通堵塞，幼一只能让队友帮自己完成任务。到了营地后才知道，队友为了扛任务，结果弄伤了自己，很抱歉。为了爱情，我已经忘记了作为军人的责任。晚上他诚恳地向领导道歉，领导竟然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自己，这让他更难面对亲密的战友了。幼一看着大家的合照，想起了那句愿意付出一切去救人的承诺，因为内疚和悔恨，这个坚强的男人放下了眼泪。第二天早上，幼一回到了家，但发现阿莲还在和狗蛋通话中，他因愤怒而冲动了，直接抢了电话。你知道现在几点吗？阿莲一意孤行，不肯放弃自己热爱的工作，当场断然拒绝了对方的请求。狗蛋又给我打电话了，阿莲赶紧整理东西，我无视劝阻，出门了。在单位时，阿莲整个脑袋都装满了两个人吵架的画面，完全无法专心工作。这时，一直默默喜欢我小赖来找我了，他告诉了阿莲他要调职，还有同事受伤的事，严肃地告诉他，救援队要确保市民的安全生存，家人应该支持，你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点。最后甚至直接告诉小李，你们不合适就离婚吧。阿莲听了这些，感到很难过和内疚。作为妻子，知己却从未真正了解过丈夫的困境。晚上回家时，阿莲和姨又开始吵架了。她觉得夫妻之间不够沟通，咋地？老婆居然得亲自告诉丈夫她的难题，这算什么夫妻？接着，阿莲认真地说，两人都喜欢自己的工作，不愿意为了家庭放弃事业，试试看能否考虑分居生活。但老派的看法认为，夫妻分居就不算真正的婚姻。他们立刻开始大吵大闹。这次争吵让阿爱完全明白了，他们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不可能在一起生活。最后他们做了他们觉得最合适的选择，他们翻出了之前签署的离婚协议。阿莲最后心痛地在协议上签了名，突然间想起过去的回忆，但他们的婚姻终于结束了。同时，连爸和爸也分别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了。这样3段婚姻最后都离婚了。女人含着眼泪签离婚协议，从此开始，夫妻变成临时共住一屋的室友。因为离婚，他们决定卖掉婚房。
第二天，买家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买家2周后会来签合同。2周后，他们就分手了。以后他们会各自开始新的生活。晚上，青山去找阿莲了，听说是请对方照顾我一下。阿莲心情复杂。这天又一在记载搬家的事情，但阿莲发现了笔记本上有个女人的名字，我脱口而出说错了话。得知老爸离婚期间还和其他人有关系，阿莲情绪崩溃。第二天，莲妈成功拿到离婚协议，阿莲借着劝父亲的名义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受。而幼妈这边也和爸道别了，告诉了幼仪要照顾自己后就走了。一看就知道爸爸还是忘不了妈妈，但恋爸已经决定放手，虽然心里还有些不甘。这个阴沉的下午，阿莲再次碰面，2颗破碎的心疗愈彼此，互相治愈心灵的伤痛。阿莲看见了2个彩虹，她觉得这是好事的兆头，但惠一却认真地解释起彩虹形成的原理。话题突然变了，你就是我生命中的彩虹。一个喜欢钢铁的男生竟然说起了浪漫的情话，逗得阿莲乐开了花。阿莲也为即将分别而感伤。第二天，他为他准备了最后的晚餐，全力以赴。但是当天要完成任务，阿莲等了好久，对方还没回家，他有点难过。突然，狗蛋这个作家来了，一回家就发现有个陌生男人在我家里，立刻紧张起来。阿莲赶快解释自己负责自己的作家，突然想起了原来对方就是深夜给阿莲打电话的。他非常生气，刚打算给对方点颜色看看，你老婆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才能够有所发展，为了阿莲的事业只能咬着牙忍住内心的愤怒。过会儿，狗蛋又闹起来了，但幼一每天都选择忍耐不发火。当对方嘲笑房子的装修时，非常生气了。他对狗蛋说，我觉得你挺不礼貌的，这是我老婆辛苦搞定的房子，我特别喜欢这儿。被瞪了一顿的小狗只能无聊的走了，担心会影响阿莲的事业，最后还是追了出去了。阿莲辛苦做的晚餐被狗蛋全吃了，他只能给幼一烤一条鱼作为他们最后的晚餐。阿莲觉得这些有点太简陋了，可是惠一却说，我就想尝尝这个，我能感受到这是你故意做出的味道。以前我只熟悉父母的烹饪，没想到你做的烤鱼竟然成了我们的招牌菜。二人默默对望着彼此。为什么婚姻最终会结束？这对夫妻打算写下100个离婚的原因。男人拿出本子，认真的记了一下。妻子讨厌丈夫的吃东西习惯，丈夫抱怨老婆做饭不好。接着，他们就静静的不再说话了，因为实在想不到别的原因造成离婚。又一安吃完晚饭后安装了新窗帘，我们就是因为这个窗帘吵了很多次，现在顽固的人也不得不承认，阿莲选的窗帘更漂亮，可能就是她以前想象的家的样子喽。突然对阿莲说了一句话，我们不打算卖这房子了，即使我们要分开，我也希望你能搬来住。然后收拾行李离开了这个充满我们回忆的家。阿莲拿起送给自己的圆珠笔开始绘画。我突然想起和他在一起的回忆。阿莲离开家了，他极力奔跑，想夺回属于他的快乐，可惜时间已经来不及了。幼一已经申请离婚了，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没有再见过面。他们变得面目全非。爸爸发现儿子离婚了，马上准备出招拯救儿子的婚姻。接着发生了一段非常奇怪的情景，所有人竟然都离婚了，连莲姐都插一脚了。这时候9岁的外甥女小紫冲出来了，她的话让在场的大人们哑口无言，羞愧地低下了头。长辈们认为全家离婚是太过分了，但是义和阿莲却坚决表示他们决定分手了。家庭会议圆满落幕，有什么话要对阿莲说，但是竟然碰到了阿莲的前男友小青。他错误地认为另一人的旧感情重新燃起，只能假装镇定地离开了。他这次是为了莲姐争取女儿的抚养权而来的。说完莲姐的事情，青山偷偷见到了阿莲，表示他时刻都愿意听她的倾诉，但阿莲还是和他保持些许距离。第二天去了上班地方，阿莲宣布离婚后，同事们取笑了他，部长却安抚他说，每对夫妻都想过分手，你只是真的去做了而已，没必要为此感到羞愧。而他还告诉了同事他离婚的事情，并把之前婚礼上收到的红包退还给大家。面对大家的关切，他一直在不停地道歉。后来我和阿莲分道扬镳，各自过上了自己的生活，但总是不经意间会想起对方。我偶然间看到了那件西服，当幼一帮我收衣服的时候，想到阿莲那可爱的脸蛋，他忍不住拿起手机想问问对方现在过得如何，但是一直都没敢点发出去。而阿莲也正在忍受痛苦的煎熬，想打电话给对方却一直犹豫不决，最后只能把这份思念留在心里。第二天，喜欢我那个小赖过来看我了，听说他那么年轻就当上了重要职位，真令人羡慕。拿出收藏的陈年佳酿款待了他。幼爸非常夸赞小赖的手艺，然后小赖和他爸一起下起了将棋，他们看起来更像是亲密的一家人。饭后本以为小赖要向某人表白，不过意外的是他却坦白了自己挑拨阿爱和易离婚的事情。但有人认为离婚是夫妻共同的决定，与旁人无关。而阿莲这里面对空空荡荡的屋子，再次思念涌上心头，控制不住，转念间发现所有都消失不见了，那些美好的回忆如今让我内心痛苦的一把刀子。就在阿莲感伤的时候，钢铁直男向我分享了他的第6个离婚原因。
阿莲马上回复了另一个理由，明明离婚了还要找麻烦。但现在争吵却成为了他们每天最期待的事。我实在是打字跟不上阿莲快的节奏，他很急，只好打电话了。阿莲又趁机嘲笑了旭，现在有了第9条理由离婚了。9朝我打字真慢啊。之后充满了100%的勇气，终于问出来了，你还好吗？聊天越来越融洽了。阿姨不小心提起了山，这回他又吃醋了。最后那个铁汉紧张地挂断了电话，他仍然不明白，为什么明明离婚了还那么关心对方呢？男人刚刚离婚就开始嫉妒前妻，他觉得对方可能心存复合之念，但是阿莲仍然在使用会议送给他的那支圆珠笔。狗蛋明确指出这是对分手后悔的表现，嘴硬的人虽然嘴巴上不承认，但我始终记得小时候的事。晚上他去了他常去的那家炸鸡店，记忆犹新，但现在一切都变了。此刻阿莲流泪了。这时候我听到了一个耳熟能详的声音。阿莲原本想着借机表示他的心意，但是这个大老爷们却不懂得追求浪漫。阿莲看这个傻子一脸懵逼，直接说出来就好。然而小赖却进了餐馆，阿莲误以为他们已经在一起了，悲伤地离开了餐厅，意识到了拼命追赶敌人，命运就是这么逗逼。Riff 右一刚迎头追上阿莲，这时小赖又追上来了，他当场向纯一表明了喜欢他，这是让阿莲彻底傻眼了。他转头走了，一路都不回头，而拒绝了小赖之后，冲向阿莲的方向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地铁错过了。晚上青山看到阿莲委屈的样子，有点心疼，将她搂进怀抱。此时阿莲的内心似乎有些不确定了。狗蛋也找到了一只，不仅让他报销打车费，还想追求阿莲。面对疯狂的狗蛋挑衅，纯一并没有生气，也表达出了平静的情感。虽然我们已经分开了，但我希望他能找到真正的快乐，而你并不是那个能给他快乐的人。晚上青山突然来我家了，打算放弃单身主义，重新追求阿莲。看到对方一脸认真，又一陷入了思考中。为了确认对方的品质，他立刻展现出了他在部队里学到的技能，对青山进行了追踪调查。无论是见客户、去商店买东西吧，他把每个细节都记在了小本子上。晚上又一翻看收集的资料，他认为青山挺好的，是一个非常靠谱的男人，绝对能够信任一辈子。第二天早上上班时，发现小一也来工作室了。他恳求狗蛋别再靠近阿莲了，告诉阿莲青山才是最适合你的人，然后还说了一下青山的好处。第一个要点，阿莲立刻把他推出去了。右一直支持阿莲再婚，我和 Monto 看中自己帮他实现真正的幸福。阿莲却反驳道，一个人也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。这个铁汉接下来会搞出什么花样来？帮忙牵线阿莲和青山吧。为了让另一半快乐，男人仔细查了一下情敌的资料，他认为对方就是能让阿莲幸福的人。经过痛苦的一晚后，他决定帮助对方达成目标。第二天，阿莲在餐厅碰到了青山，右一和二约好了在餐厅见面，各自打电话确认了一下，希望他们能趁机走到一起。阿莲吃饭时狂批蓉蓉，不仅有男权主义，还总是一意孤行，每次约会都得吃炸鸡，还得狂吃几碗米饭。虽然阿莲久久一直在数落右一的问题，但他在青山中发现了一份深深的爱意。回家的晚上，阿莲发现他妈和莲妈在离婚后变成了好朋友，4个离婚的女人聚在一起，谈论着自己的未来。连爸和右爸这边还凑在一起了，形成了离婚老男人的组合联盟。两人喝得醉醺醺，一直抱怨妻子冷漠无情，她轻易就离开了丈夫，看着真的无法忍受了。这番话让2个长辈不禁低下了头。第二天，长辈们分别找到阿莲和聊了聊。莲妈觉得自己不太合格当妈，但希望女儿有个更美好的前途，很快就会找到合适的人选。你还得往前看，找到自己的幸福。爸爸本来不太爱说话，但这次他却敞开心扉。父母说的话让我们都想了好一会儿。经过一晚上的深思熟考，第二天阿莲找到了小赖，得知对方愿意为我付出一切，包括我最自豪的事业时，阿莲慢慢对他说，我们已分开了，可以放心的找个新伴侣。青山和一也同时碰面了，又一向山上敬拜了，希望他能让阿莲开心起来。虽然有些不舍，但他觉得这可能是最好的结局。然后又找到小赖，坚决拒绝了对方的告白，表示再也不想恋爱了。说完这些，害怕尴尬的立刻走开。小赖哭得眼泪汪汪，孤零零地站在原地，随后就冲到阿莲家里。他因为私自安排阿莲和青山见面，向他们道了歉，同时也表达自己的观点。两人性格的差异是由于他们从小的生活环境不同所引起。也许我并不是最适合和阿莲在一起的人，只有青山能让他幸福。为了让阿莲对和青山在一起感到放心，他撒谎说他和小赖已经在一起了，然后转身走了。阿莲赶上了正要走的会，告诉他自己也有可能和青山重新在一起。两人面带微笑的互相祝福，但当我转身背向他时，我表露出了我的心痛和依依不舍。为了断情分彻底，阿莲决定把这个充满回忆的房子卖掉。他看着他们的结婚照，想完全删掉所有东西，但是我的手指却一直按不下删除键。他现在感到困惑不知所措。第二天上班的时候，
狗蛋说他刚刚写完了一本以阿莲和佑一为灵感的小说，已经到了大结局。因为男女主角无法解决彼此之间的差异，所以无法继续进行。阿莲沮丧地跟狗蛋说了，已经这样了，无论怎么回头都不会有什么损失。狗蛋突然大声咆哮了起来，如果你们不是真心相爱，那为什么会一直被伤害呢？此时阿莲终于明白了，所有的痛苦和纠结都是因为我对孩子的深深钟爱所带来的。然后狗蛋把之前藏着的圆珠笔还给了阿莲，希望阿莲能用这支笔画出属于自己的结尾。此刻阿莲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内心真实的想法。和狗蛋道别后，他和佑一在第一次约会地点见面了。这次他要紧紧抓住自己的幸福。他在路上不停地回忆着与红衣的点滴经历。到了约会地点了，阿莲终于勇敢表达了内心深处的想法。终于，羿也向他表白了，就像以前一样，他们再次相聚在一处，紧紧抱在一起。他们发誓再也不分离。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真的适合结婚吗？夫妻俩因个性不合而分手，为了让对方快乐，他们自以为是的为对方找了适合的伴侣，但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接受其他人了。最后他们放下过去，重新开始。但刚才和好没几分钟就吵架了，吃醋大王开始抱怨了。更糟的是，丽人离婚时也卖了房子。夫妻俩立刻找到了律师青山，想联系买家把房子买回来。他们听说了青山口的消息，买家竟然是个作家。佑一私底下找到狗蛋，想买回那个房子，没想到他听到了一个让他崩溃的消息：阿莲即将去巴黎学习3年。晚上佑一正准备找阿莲聊一下这事，还没等他说话，阿莲就在沙发上呼呼大睡了。他轻轻地将阿莲拥入怀中，看到一桌子时髦的杂志。我突然想起老婆说过的话，他发现自己妻子对这份工作非常喜欢。第二天，心情乱得很的佑一去找佑爸倾诉：爸爸告诉你，你已经长大了，用你的方式保护重要的人吧。我熬了个通宵考虑，又得选梦想还是人选了。最后他决定为阿莲舍弃一切，最后一次轻抚了心爱的战机，放下了一直追逐的梦想。随后向长官请辞。回家的佑一整天都躲在房间里偷偷学法语。晚上阿莲约我共进晚餐，为了躲避他的注意，炫一偷偷藏起了法语学习资料。但第二天早晨，阿莲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份辞职信。阿莲听说他放弃了自己的梦想，既感动又伤心。他找到了最后一次巡逻时使用的布料，狠狠扇了他一耳光。阿莲不想为了自己承受这么大的损失，不该随意做出这么重要的决定，我得和自己好好商量一下。得到阿莲的鼓舞后，上级已经向我道歉并收回了我辞职的信，但也不想束缚妻子的事业前景。晚上他向阿莲坦言自己内心的想法：你是我等了37年后才碰到的人，再等3年又有什么关系呢？经历了几次的分分离离，他们学会了互相交流。在婚姻中，双方没有争吵，我们选择妥协是为了顾及对方的感受。他们要一起建立一个共同的未来，于是他们达成3项共识：以后我们每天都要彼此问候早上和晚上好，还要经常视频聊天。转眼之间，阿莲就抵达巴黎。虽然时差有点麻烦，但他们仍然一直视频每天。每次见到老婆，他像个傻瓜一样开心极了。但是每次有异性靠近阿莲的时候，哈士奇开始动身了。为了不忘记我与阿莲的约定，特意将约定的3个规则贴在墙上，还做了个倒计时板给老婆回家计时用。然后他把2人的未来计划都写下来，贴在墙上。时间不断流逝，阿莲越来越想念会。终于等到了见面的日子，佑一穿上帅气的西装，迫不及待地期待着见面。这时候阿莲却打电话说她暂时回不来了。在佑一悲伤的时候，门突然开了，久违的爱人出现。阿莲突然冲进一的怀抱，为彼此再次戴上婚戒。